五一小长假，40岁高龄产妇的嫂子非要在这时候去寺庙踏遍1080个台阶，为肚里的孩子祈福。我极力劝阻，五一去寺庙的人爆满，嫂子又是大龄产妇，走那么多路会有流产风险的。嫂子在我的坚持下没去。后来孩子平安降生长大，可是侄子成绩平平，只考了个2本大学。嫂子对侄子说：“你本来应该是最有福气的宝宝，随便考就是清北的，都是你姑姑耽误了你。”侄子大怒，趁我不注意，把我从30楼推了下去。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了嫂子非要在五一去寺庙的时候。这一世，我尊重祝福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五一小长假，各大旅游城市前去旅游的人数都爆满。陕北市一寺庙因为祈福灵验，如今前去的机票、车票价格更是一涨再涨。此刻已经怀孕8个月的高龄产妇的嫂子也想去凑凑热闹。嫂子一边抚摸着圆滚滚的肚皮，一边对我哥和我妈说：“五一去陕北市那处寺庙上香的游客那么多，那处香火旺盛，福报也多，我一定要去。我要去踏遍1080台阶，为我的孩子祈福。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是福气宝宝。”我哥和我妈听嫂子这样说，都有些愣住。我哥先反对：“蓉蓉，你这怀孕都8个月了，而且你也算大龄产妇了，这样能行吗？”嫂子一听我哥反对，狠狠瞪了我哥一眼：“你这是嫌我老？人家女明星比我大多了，怀孕8个月都去跑马拉松，我怎么不行？人家都说怀孕多运动有助于顺产，我这样不仅多运动，还替宝宝祈福，一举两得。”我哥立刻闭了嘴，我妈没敢吭声，只是一脸期盼地看向我：“晨曦，你怎么看？”我攥紧手心，浑身一颤。就在刚刚，我重生了。前世嫂子这么说，作为有些生活常识的我，极力劝阻嫂子。嫂子如今是大龄孕妇，怀孕这8个月一直躺在家里少走动，身体素质哪里赶得上一直都坚持运动的女明星？你这样突然长途跋涉去陕北市去祈福，1080个台阶呢？嫂子流产风险很高的，而且五一小长假去那上香人多香火旺，可人挤人，空气不流通，对孕妇也很危险。嫂子如果一心向佛，就算不去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福气宝宝的。我苦口婆心的一顿劝，又打电话给学医的朋友一顿咨询，在医生朋友的专业加持下，嫂子同意安心在家备产。后来侄子平安降生并长大，可是侄子不管怎么努力，成绩一直平平，只考了个2本大学。嫂子对侄子说：“你本来应该是最有福气的宝宝，随便考就能上清北，都是你姑姑耽误了你。”侄子大怒，趁我不注意，把我从30楼推了下去。重活一世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让整个人情绪都平复下来。我笑眯眯地拿起桌上的水递给嫂子，一脸关切。嫂子自己的身体，她自己最清楚，我们都听嫂子就对了。嫂子听到我的回答愣了下。从前因为嫂子总爱欺负我哥和我妈，为了保护我哥还有嫂子，我没少跟嫂子对着干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这样支持她的意见。嫂子对我这样突然的改变吓了一跳，不过我这样的态度她很受用。她接过我手中的水抿了口，笑道：“哎呀，全家最有文化的清华毕业的小姑子都同意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就这么定了。”嫂子肥胖的身体艰难地从沙发上起来，笑着说道：“五一我一定为我的孩子好好祈福。”
他未来一定是福气宝宝。我哥扶着嫂子进了屋，我妈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，拉起我的手问道：晨曦，我记得你大学辅修过医学，你应该很懂医学常识，你嫂子这样确定没事？我看着我妈慈母的样子，一阵恶心。前世我自认为我这个女儿做得很够格，我心疼我妈年轻时被我爸家暴落下一身病，后来却还要伺候得了重病瘫痪在床的父亲。老了我爸终于死了，原本以为可以享福，可却还是要事事为嫂子和我哥操心。所以我报考清华时放弃了最喜欢的文学专业，选择金融。毕业后拼命挣钱孝敬我妈，可我妈不仅拿着我的钱养我哥，甚至在侄子将我害死后，我妈还充当了他的目击证人。是我女儿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，和我孙子什么关系也没有。我死后他连个墓地都没给我买，他将我的骨灰直接扔进垃圾桶里。你侄子以后哪里都需要用钱，你的钱我就都留给他买房娶媳妇用。你也别恨我，女儿终究是外人，哪里有孙子重要呢？我如果断了李家的香火，你让我死了，怎么跟你爸交代？我再次深呼吸一口气，重活一世，我不会再被这个处处背刺我的妈蒙蔽。我将我的手迅速从我妈那抽了回来，面上却依然微笑着。妈，我那个大学选修课就是凑学分的，哪里学到什么真正的知识？不过嫂子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，她这样坚持也是为未来宝宝好，我们全力支持就行。我妈听我这样说，张了张嘴，没再问下去，眼珠一转，抹了下眼角，说道：她想去就去吧。可是这五一长假，不管是车票还是酒店费用，都高了好几倍。咱家离陕北市那么远，这车票一人来回就要好几千，这杂七杂八算起来，去这一趟要好几万了。你哥也没钱，我这几年好不容易攒的私房钱，估计要全部拿出来了。我妈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期盼地看着我。前世我妈每次这样一哭，我虽有些生气我哥的啃老行为，可因为心疼我妈，我立刻会拿出钱来贴补她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贴补家里的日常开销，外加嫂子几次试管的钱，算起来能有80多万了，从而导致即使我年薪20万，可如今我的存款只有3000块。我挑眉冷笑，如今我妈休想从我身上拿到1分钱。我装作听不懂我妈话外的样子，快速给闺蜜发了条信息求助。闺蜜立刻给我打来电话，我迅速拿起电话：妈，大老板来电让我回去加班。我去加班了。我妈看见我这样，哭声一顿，立刻想要伸手抓我。晨曦，妈妈话来没讲完呢，你先借妈5万，妈回头还你。可我的动作却比她更快，迅速消失在家门口。而这时嫂子又开始大喊大叫：妈，我要吃榴莲，立刻去给我买回来。我这就去。我妈笑眯眯道，丝毫没有因为嫂子对她的颐指气使而生气。我听着我妈和嫂子的对话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没有我这个冤大头，他们怎样相亲相爱下去。自那天后，为了防止我妈骚扰我直接将手机关了机，办了一张新卡，拿另一部手机处理工作。不过嫂子的一举一动我倒是知道了十分清楚，因为嫂子沉迷于直播，生活中芝麻大点事都要直播，这次这样大的事自然不会错过。我妈联系不上我，终究是自己承担了所有的费用。5一当天，嫂子站在陕北市的寺庙最底下，对着镜头微笑道：家人们，
今天我就要踏遍这1080个台阶，为我肚子里的宝宝祈福。家人们多多刷礼物支持我哟。嫂子身后此刻人山人海，她站在台阶的正中间上，被挤了好几下。我妈惊呼，我哥喊道：瞎了眼吗？没看到有孕妇吗？撞坏了赔得起吗？那游客被我哥这一吼吓了一跳，看了眼犹如一座小山的嫂子，像是看疯子一样看了眼我哥。有病吧？怀着这么大的肚子来爬台阶，不怕流产？疯子！游客骂骂咧咧道。我哥脸色涨得铁青，可又看了眼游客身后聚起的4、5个壮汉，欺软怕硬的他最终闭了嘴。嫂子此刻的直播间人气也一下子高了起来，从前只有几十个粉丝的嫂子，如今直播间涌进几千人。天，我记得蓉蓉是安丘市的吧？要坐多久的车才能来陕北市呀？不进来了，还要爬着1080个台阶祈福。她不是怀孕8个月了，能这么折腾吗？对呀对呀，她这还是5一小长假人最多的时候来，人挤人，孕妇最怕空气不流通了，她这是活活作死呀！大家别大惊小怪了，孕妇想要顺产的顺利，就该多走动。蓉蓉这么做是对的，我那时候快要生了孩子，地里来回干活呢。楼上的大妈多大呀？你那会是什么年代了？现在要讲究科学，产前运动过量很容易流产的，特别是蓉蓉自怀孕就天天躺着的身体，素质不好，又是高龄，我看她就是有病。弹幕吵得不可开交，不过却有好几个看热闹的刷起了礼物。榜一大哥直接说道：你每走100个台阶，我给你刷2个嘉年华，看好你啊，哈哈哈！嫂子看到大哥的话，两眼放光，她摸着肚子，甚至甩开了我哥和我妈的搀扶。好，我现在就走起。大哥可要说话算话。嫂子随着人流开始走了起来，我哥和我妈站在他身后，一脸担忧，可是却只能跟着。嫂子捧着肚子，斗志满满，可她还没走到50个台阶时，她的脸就涨得通红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我哥忙去扶她，蓉蓉，算了吧，你这样真不行，我扶你下去休息。我妈也在一旁劝道，对对对，好儿媳，你看你才走了50个台阶就累成这样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嫂子眼底闪过犹豫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嘉年华直接刷了起来。虽然没走到100个，可还是支持一下你，看好你哟。榜一大哥写道。嫂子咬牙笑道：继续。就这样，嫂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挪，每挪一步，脸色就不好看一分。我哥我妈不停劝阻，嫂子看着不断刷起的嘉年华，还有直播间越来越多的人，咬牙道：我不会出事的，这剩下的800个台阶我一定能走啊！嫂子突然尖叫，我的肚子好痛！嫂子抱着肚子喊道。我哥忙去扶她，蓉蓉，你没事吧？嫂子脸色惨白，肚子好痛，呼吸不上来了。我哥声音惊慌失措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我哥一把想要抱起嫂子，可奈何嫂子如今太重，他抱了好几下才抱起来。我妈在一旁急得不行，大喊着：麻烦让一让，我儿媳是个孕妇，她肚子疼，让她下去。我妈狂吼着，可是她一转身，下面全是人，甚至人挤人，已经堵得水泄不通。虽然下面的大部分游客听到我妈的话，想要极力让出一条路出来，可奈何人实在太多了，大家不管怎么挪动位置，都无法留出大的空隙出来。一时间，场面混乱不堪。嫂子的脸越来越苍白，她声音越来越次凄惨：好痛，我肚子好痛，救救我啊！直播间瞬间一黑。嫂子最终还是被送往了医院，
游客们在景区管理员的极力疏散下扩出了一条道。原本10几分钟的路程，我哥跌跌撞撞地抱着嫂子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走了下来，然后再打车、押车，这么一番操作下来，足足折腾了3个多小时才到医院。我的手机也在此刻开机，我妈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晨曦，你这几天死哪去了？电话也不接，你要死呀！”我妈声音尖锐，再也没有以前慈母的样子。我却心情十分不错，声音却十分歉意道：“妈，我这几天做的融资工作机密性很高，挣的虽然多，可老板要我们把手机上交关机。这不，你之前跟我说和嫂子旅游后经济紧张，我这想着这项目好好干挣钱孝敬你吗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”我妈被我这话一噎，也顾不上我说的话是真是假，立刻发号施令道：“没法细讲，你嫂子她在陕北市星海医院，她突然早产了，如今她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。我记得你有个朋友是医生，在这家医院，你快打个电话让他来帮忙。”我听到我妈这样说，心底的愤怒再次燃烧起来。前世我这位陕北市的朋友正好在2个月后来我们市的妇产医院交流学习，我妈知道后一直缠着我，让我跟朋友卖个好，让恰好马上要在医院生孩子的嫂子可以多得一些照顾。我跟朋友关系一直不错，不好意思地提了句，朋友二话没说，在医院里对嫂子照顾有加。我妈在此期间给朋友也总是送些水果饭菜表达感谢。可是嫂子前脚出院，我妈就一封举报信举报朋友不讲医德，收患者红包。朋友不仅被医院停职回家反省，还被罚了钱补偿我妈。我知道后不可置信地问我妈：“他什么时候收你红包了？你不就买点水果做点饭菜表达了下感谢吗？”我妈却看着我冷哼道：“我是没给他送什么贵重东西，可是他对我和你嫂子那么好，8成是你给他送红包了吧？我这是把我们家的钱要回来呀！”我拼命摇头，他没收我钱，他是看在我们大学同学的份上才这么帮我的。我妈嗤笑：“哦，是吗？不过既然医院惩罚已经下了，我钱也拿了，总不能让我去澄清吧？以后让别人怎么看我？他这样也是活该。就算没拿咱家的红包，他做医生这么久就没收过红包，我这叫做为民除害。”我当时震惊不已地看着我妈。我和她大吵一架后，第一时间跟朋友道歉，利用所有的人脉关系替朋友洗冤。朋友最后恢复原职，可是却因为这件事职称评级落选了，而我和他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。我握紧电话，重来一试，我绝不会再让我妈背刺我的朋友。我惊讶道：“哦，你说我那个医生朋友，我们早闹掰了。大学时他上我家来玩，是你非让人留家里吃饭，人家吃完饭你就背后说人家不懂事，就会蹭饭。他听到了，就再也不搭理我了。”我妈确实这么说过，不过朋友其实没听到。可是我就是要让我妈知道，就是她让我嫂子得不到想要的关照的。我妈听完我的话，显然气得够呛。什么玩意，这么小气，小贱人！我冷笑继续道：“哎，妈，老板叫我了，我的手机还要上交，你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”说完，我就直接挂了电话，然后给朋友打了个电话。知道朋友这几天请了假在家休息，和我妈肯定碰不上，安心地挂了电话。嫂子肚子里的孩子在经历9死1生后还是生了下来，不过因为之前的折腾，这孩子先天性发育不足，生下来瘦瘦小小的，看起来病殃殃的，
和上一世一出生8斤1两的胖小子相比，实在是相差太多。而嫂子也因为一顿折腾，还有在陕北市的医院人生地不熟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。1星期回家后，我看到嫂子还有侄子李健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我不痛不痒跟嫂子讲道：“哎呀，嫂子从陕北市经历一遭，真是憔悴呀。其实都怪妈把我在内的医生朋友得罪了，否则我怎样也能打个招呼，让他对你们照顾1、2呀。”嫂子听我这样说，脸色一黑。这几天积攒的怨气总算找到了撒气的地方，对着我妈一顿狂吼：“都怪你，怪你乱得罪人，否则我也不用遭这么大的罪。我真是造了什么孽，摊上你这么个不明事理的婆婆。”我妈脸气得铁青，不敢说话，可眼底还是显现出了恨。曾经相亲相爱的婆媳，如今也出现了裂痕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嘴角笑意更盛。我笑着看着嫂子：“嫂子别气了，不过你这次去陕北市也不算是没有收获的。孩子既然是在寺庙台阶上早产的，也算是福气宝宝了。而且你看你如今的粉丝也狂涨了一波呢。”嫂子被我这样一提醒，立刻注意力转移了过来。她拿起手机笑起来，然后对着李健苍白的小脸一顿狂亲。“是呀，我们宝宝是福气宝宝，妈妈以后的福气就靠你了。”我也看着面前的孩子微笑。“是呀，你的福气在后头呢，这一世没有我的阻拦。”嫂子如愿得到了梦想中的福气宝宝，又加上自己黑粉的一波加持，嫂子为了吸引流量，她开始培养李健成为运动健将。她的目标是游泳冠军。前世嫂子也是有这个打算的，可奈何李健虽然身体健康，可实在不是游泳的苗子，外加我的阻拦，孩子没有天赋，不要强求。正常上学，考一个不错的大学，不是挺好？以后他不懂的课业我辅导。后来李健在我的监督下，虽然拼命努力学习，只考了一个2本，但专业热门，学校也不错。只要他踏实肯干，未来前途一片光明。可他却听信他妈妈的挑唆，总想着不劳而获，获取成功。而嫂子也是。自己初中文凭，没文化，天生肥胖。我哥被我妈拿着钱砸，勉强上了个大专，学习能力不行，跑个步都能被绊倒。如此平庸的2个人，却想培养出游泳冠军，培养不出，就想着让李健考上清华北大。殊不知，李健能突破100万大军，考上2本大学，是付出了多少努力才突破他们的平庸基因。李健刚刚满3个月，身体刚刚胖点，嫂子就开始天天把孩子放在盆里，让他学游泳。李健每天要在盆里泡上至少8个小时，嫂子每天都让他不停地在水里滑呀滑。直到孩子的哭声都变得越来越弱，才把他从水里抱出来。嫂子每次剪辑的视频，孩子到最后都是面色惨白的。评论区有人留言：“孩子是早产儿，他这样小就让他在水里滑这么久，孩子身体受得住吗？你这样也太狠心了。”我看孩子脸色苍白得很，我看你不是培养孩子的游泳，你这是虐待。可不管评论区怎么骂嫂子，嫂子都乐呵呵的直播说她的育儿秘方。那些操心我虐待孩子的黑粉们闭嘴吧！我的孩子是福气宝宝，做什么事都会顺顺利利。他早产怎么了？多加训练，未来一定是游泳冠军。可嫂子的话虽然讲得好，可是李健被嫂子这样折磨，几乎1星期发1次高烧。原本就是早产的他，如今虚弱的不行。我妈抱着孩子跟我哭：“你快劝劝你嫂子，
他再这样，孩子非死在他手里不可。我无辜地摇头道：妈，嫂子才是孩子的妈妈，她怎么做都是为孩子好。再说李健是福气宝宝，你就别操心了。我妈被我气得闭了嘴。我把电话挂掉，继续忙手头上的项目。前世我因为操心家里那堆破事，一些难搞的项目我都选择放弃。如今我就喜欢钻研难搞的项目，难度大，钱多呀。我要拼命赚钱，早日实现经济自由，离那个破家远远的。不管李健怎么哭闹生病，嫂子一直坚持他是游泳健将，没有我的阻拦，我妈和我哥吭都不敢吭一声，只能由着嫂子折腾。这不，李健都已经10岁了，身高还不足1米，整个人瘦小的吓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长得越大，竟然越怕水。回家时，我不止一次听见李健哭嚎：妈，我怕水，我看到水就害怕，我不想学游泳，我皮肤痒，每天咳嗽个不停，真的好难受。可不管李健怎么喊，嫂子只会拿着手机对着他拍：别哭了，你是福气宝宝，总是这样哭多丢脸。我这就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让大家批评批评你，你的同学老师也会瞧不起你的。李健见状立刻闭了嘴。有一次看见我，一脸哀求道：姑姑，你是清华毕业，最有文化，你劝劝妈妈，别让我学游泳了好不好？我眼神冰冷地看着李健，前世我对这个孩子掏心掏肺，感念嫂子对他的控制欲惊人，我总是会心软帮助他。可是他怎么报答我的？听从嫂子的挑唆，把我推下楼。这一世，你就好好和你的妈妈相亲相爱吧。我笑眯眯地看着李健，大侄子，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孩子就要听妈妈的话才对。你这个福气宝宝，可是你妈妈拼了命给你换来的，你要感恩。家里我哥和我妈虽然不吭声，可他们对嫂子的做法肯定是不支持的。如今可能就由我一个无条件支持嫂子，嫂子竟然像是看见知己一样看着我，然后把李健拽了过去，把游泳包递给李健：你看看，清华毕业的姑姑说话就是不一样，你是福气宝宝，以后不仅是游泳冠军，随便考考就能上清北，比你姑姑还要厉害。李健眼神绝望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又接到我妈的电话：晨曦，你快来医院一趟，你侄子游泳呛水，肺部重度感染，有生命危险。医生说，李健因为一直怕水，却要坚持游泳，游泳过程中多次呛水，外加他是早产儿，身体素质又那么差，几重加持下，他在一次严重呛水检查出他肺部重度感染，如果再不好好休养，就是肺结核，严重能达到癌变。我妈听到医生这样说，这几年积攒的怨气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。她抓起嫂子的头发大叫：都是你，都是你非要让李健游泳，他现在这个样子差点死掉，你要我怎么和我地底下的丈夫交代呀？嫂子也不甘示弱，同样死命抓起我妈的头发大叫：我儿子是福气宝宝，生病了也能很快好起来的，你这个老不死的瞎操什么心，还跟你地底下的丈夫交代？你那个丈夫生前天天揍你，到了地下下你还没交代呢，他就把你揍死。上辈子相亲相爱的婆媳，如今打得不可开交，而他最疼爱的儿子却在第一时间护着嫂子，并把他狠狠推倒在了墙上。我妈头部被狠狠撞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妈醒来，病床前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我妈见我这样，吓了一跳：晨曦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我没第一时间吭声，我妈也不关心我，她死死盯着我道：
李健这次治疗费怎样也要有10几万，你哥嫂子没钱，你快拿出15万出来给我，我拿给你哥。我看着他反问，我嫂子那样骂你，我哥把你推晕，你晕倒他们一眼都没看你，连呼救都没有，就这样你还想着他们呢？我妈被我这样一说一愣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说什么胡话，你哥是我儿子，我能跟他置气，快拿钱。我妈伸出手就要拽我的包，我没阻拦，由着他拽，可他一打开，我包里哪有钱和卡，有的只有一堆恐吓还款的纸条，上面的不还钱就杀你全家几个字，把我妈吓得直接惊呼出声，妈呀，这是什么？我妈把我的包狠狠扔了出去，我立刻一脸悲痛地看着她，这次紧紧抓着她的手，妈，我前段时间是赚了一笔钱，可是投资失败，欠了高利贷500万，如今他们天天赌我要我还钱，否则就要杀了我，要不我穿成这样，我是你女儿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我妈被我这一段哭诉搞懵了，她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什么？你欠了500万？你疯了吧？我一脸哀求地看着她，妈，你帮帮我，这些年我贴补你和我哥有80多万，你把这些钱还给我吧，我去还债。我妈一听我跟她要钱，立刻把我的手甩开，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滚！我哪里有钱给你？这些年你给我钱是应该的，就当把我养你的钱还给我。我继续哭，妈，我是你女儿，你就看着我死吗？我妈冷笑，女儿算个屁，儿子才是我的根。我装作一脸悲痛的样子看着我妈，然后哭着跑了出去。妈，你错过了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妈因为和我嫂子大吵这件事，直接被我哥和我嫂子赶出了家。她又想起了我，而我此刻正在和顾客在三亚谈生意，阳光正好，舒服的让人不自己觉眯起眼睛。女儿，好女儿，你哥你嫂子把我赶出家门了。呜呜，你在哪？妈，这就去找你。我拿起一杯果汁抿了口，笑道，我在外地躲债啊，你可能来不了。我妈急道，没事没事，你给我买张头等舱的机票，我立刻飞过去找你。我嗤笑出声，妈，先不说我现在欠了一堆钱，没钱给你买机票，你是不是忘了前2天让我滚，说我是个女儿，算个屁的事了，儿子才是你的根呀，被赶出去算什么？再回去呀！我妈听我这样说，立刻炸了。宋晨曦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等着，我去你公司闹，去你房子蹲着，我不信堵不到你。随便，我冷笑着挂断电话。我早就跟公司辞了职，出来自己单干，我的房子也早退了。如今我回去住的是酒店，我也在我看好的其他城市各买了一套房。狡兔3窟，我妈想要讹上我，做梦！听邻居大妈说，我妈被我哥赶出去后，确实嚷着要到处找我，可惜她哪里也蹲不到我，最后只能丧着脸回到我哥家，和嫂子拼命道歉后，我哥才让她回来。可如今她在家里小心翼翼地讨好我哥和嫂子，邻居大妈经常可以听见嫂子斥骂我妈的声音，而李健，我哥花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才将他的肺堪堪治好。可是李健也染上了每天不停咳嗽的毛病，我哥还想带李健去经市治，可是嫂子直接制止。我的福气宝宝哪里还要治？再去一趟陕北市的寺庙，去踏遍1080个台阶就行。第2天，嫂子就带着李健去了陕北市踏台阶去了。嫂子全程直播，只见不停咳嗽、瘦小的李健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。每当他要放弃的时候，嫂子就喊：“加油，儿子，你的福气越来越旺了，你的病马上就要好了。”可他话音刚落，
李健竟然就直接晕了过去，咕噜咕噜从楼梯上不断滚落。这一次陕北市之行，以李健送去医院抢救为宗旨。李健不仅没得到福气，还摔成了一个瘸子，造成了他终身残疾。后来嫂子倒是让李健老实上学学习了。他对李健说：“你是福气宝宝，虽然之前没怎么学习，可是考上清华北大肯定没问题，你放心。”李健回到学校上学后，嫂子没给他报任何补课班，他写作业不会的题让他自己想。嫂子唯一做的事就是请了一堆神佛保佑李健。可面对李健各科10几分可怜的分数，他却只会呐喊：“你不是福气宝宝吗？怎么考那么差？一定是你的福气还不够，我再去给你上2炷香祈福。”嫂子这样疯癫的样子，还有李健矮小的身高，外加瘸腿的残疾，让李健成为了学校里被所有同学孤立的对象。再次听到李健的消息，是李健被网暴了。李健一直被同学孤立，没人和他说话，只有他们班级女班长一位很漂亮的女生对他释放了善意。李健没人帮解答的数学题，女班长耐心帮他解答，希望他的学习成绩可以提高。可对于女班长的善意，李健却起了不该有的心思。他以为女班长喜欢他，跟女班长告白，女班长直接拒绝了他，表示只是因为同学情谊才帮他，他并不喜欢他。李健立刻恼羞成怒，开始造女班长的黄皂，甚至跟踪女班长。他以为这样女班长会害怕妥协和他在一起，可他错了。女班长是个很勇敢的女生，直接将他这种行为上报给了老师，并且由于他的人缘很好，班级里所有的女同学都替女班长作证。学校将嫂子请到学校讲明原委，并表示要对李健这样的行为进行警告处分。可是嫂子却很猖狂，直接扇了女班长一耳光。贱人，一定是你先勾引的我儿子，我儿子是福气宝宝，多少小姑娘想要勾搭他，什么造黄谣骚扰你，我看你就是追求我儿子不成，恼羞成怒了，否则你给他讲题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嫂子在学校一顿撒泼，他以为他这样别人会像我妈我哥一样害怕他，息事宁人。可是他想错了，他这次踢到了铁板。女班长的父亲是我们那当地有名的富豪陈氏集团陈总。陈总最近一直在国外出差，一听女儿受到这样大的委屈，直接报了警，请了本市最好的律师来打这场官司。不仅如此，陈总知道嫂子是个网红，还用陈氏集团的公关将整件事情发到了网上，买了无数个热搜。当地警方很注重这件事情，虽然李健未成年，也并没有到达刑事责任，可是在陈总的加持下，拘留教育是免不了的，并且学校当即选择开除李健。更可怕的还是网络，嫂子和李健最初看着黑红，积攒了不少粉丝，如今全部反弹了。李健和嫂子被网暴，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女班长好心帮你，你这样恩将仇报，你不照镜子吗？死瘸子，有谁会喜欢你？和你妈一起去死吧！我以后不敢让我女儿随便乱帮助人，摊上这样一个疯子可怎么办？这次是陈总的女儿，可以反击回来。如果是普通家世女孩，一定很困扰吧？好人难当，白眼狼是喂不熟的，他们只会被刺。网上的言论沸沸扬扬，嫂子和李健压根不敢出门。嫂子给我打来电话，一上来就来骂我：宋晨曦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看看你侄子被你害成什么样子。当初我5一去陕北市，你为什么不拦着我？害我的宝宝早产，都赖你！
你必须补偿我们。你的债还完了吧？我要500万，不给我不管你再拿，我一定弄死你！我听着嫂子的大吼大叫，差点没笑出声。你看，不管前世我阻没阻止他，他都会把过错赖在我身上。对于这种疯子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他。我刚想说些什么，就听见嫂子的惨叫声。啊，姑姑没错，错的是你。你这个老毒妇，为了流量相信迷信，爬寺庙，害我早产，之后不顾我死活逼我游泳，每天告诉我是福气宝宝，我要杀了你。这是李健的声音。李健捅了嫂子，我只听手机那边嫂子的惨叫声越来越大，最后归为平静后，李健拿起手机对我说：姑姑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能原谅我吗？这一刻，我知道他也重生了，他后悔了，可是和我什么关系？我直接挂断电话，选择直接报了警。后来我坐最早的航班飞了回去。我知道了，李健在我挂断电话后选择直接自杀，而我妈回家后看到满地的鲜血和死了的李健，直接疯了，一直念叨着：我的大孙子。大孙子死了，我可怎么活？我怎么跟我底下的丈夫交代？我哥也彻底颓废了，儿子杀了老婆，儿子老婆都死了，这个打击会让他这辈子也缓不过来。不过他也许是醒悟了点人性吧，他竟然主动承担起照顾我妈的责任。他看着我说：这些年妈一直压榨你，把你的钱都给了我，这个家欠你的，你走远点是对的，妈我管，不用你管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：我会出我那份抚养费的。说完我转身离开，没走多远，听见我妈在我身后喊：晨曦，晨曦，妈妈错了。我的脚步没有任何停顿，外面的阳光正好，我不该回头。如今我已经实现经济自由，每个喜欢的城市都买了套房子，祖国的大好河山才看了一半，未来的风景一定很精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